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27号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热点。美联储在通胀压力下继续加息。周三，美联储将其基准隔夜利率上调了0.4个百分点，以冷却自1980年代以来最强烈的通胀突破。尽管有证据表明经济放缓，但借贷成本的持续增加仍在继续。通货膨胀率仍然高企，反映了与大流行相关的供需失衡、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更广泛的价格压力。设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表示，因为他在一致投票中将政策利率提高到 2.25% 至 2.5% 之间。通胀风险依然被高度关注。尽管就业增长仍然强劲，但官员们在新的政策声明中指出，最近的支出和生产指标已经疲软，这是对他们自3月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激进加息措施开始产生影响的事实的确认。除了上个月加息75个基点以及5月和3月的加息较小举动之外，美联储今年的政策利率总共提高了225个基点。目前，政策利率处于大多数美联储官员所认为的中性经济影响水平，实际上标志着大流行时代鼓励家庭和企业用廉价资金支出的政策的结束。最新的政策声明几乎没有就美联储下一步可能采取哪些措施给出明确的指导，这一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即将公布的数据是否显示通胀开始放缓。最新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以每年 9% 以上的速度上涨。投资者预计美国央行将在9月会议上将政策利率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首席全球策略师 Sima Shah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从现在开始，美联储可能会放慢紧缩步伐，因为随着油价下跌，通胀预期可能会达到峰值和通胀预期回落。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工资增长仍然高得令人不安，核心通胀将以缓慢的速度下降。美联储当然不能停止紧缩，但也不能紧缩得太过火。在美国国债市场上，美联储政策决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收益率因美联储的公告而变化不大，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下跌2个基点，2年期国债收益率仍保持不变。摧毁国际空间站是俄罗斯人吗？国际空间站从250英里高处环绕地球，通常被认为是超越地球所发生的冲突。在过去20多年中，轨道前哨经受住了政治动荡的考验。作为冷战后合作的象征，美俄伙伴关系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这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俄罗斯宇航局 Roscosmos 新任负责人尤里·鲍里索夫本周宣布，俄罗斯将在2024年后退出国际空间站，这只是该国不满情绪的最新表达。2015年 ，Roscosmos 表示将在2024年离开合作伙伴关系，拆除其模块，并使用它们来建立自己的前哨基地。美国和俄罗斯于1月份进行谈判，将国际空间站运营到2030年。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引发了新一轮的制裁，其中一些制裁对该国的太空计划产生了直接影响。作为对制裁的回应，本月被解雇的前 Roscosmos 负责人 Rogozin 声称，如果没有俄罗斯人将国际空间站保持在太空，该空间站可能会坠毁。美国宇航局目前的计划是在2031年放弃国际空间站，使其老化的结构脱离轨道。其残余物将重返地球，进入南太平洋偏远地区。在此之前的几年里，该站可能会进一步向商业企业开放，用于旅游、体育和电影制作等广泛的活动。但是，俄罗斯的极其不确定性意味着，在国际空间站上工作的航天机构必须为该国的离开做计划，同时希望能让空间站继续运行下去。如果俄罗斯退出，当务之急是将空间站保持在轨道上。这一角色现在由俄罗斯进步号航天器完成，它为国际空间站提供定期提升以保持其高度。
如果俄罗斯退出，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 SpaceX 将是该空间站接管的竞争者，但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无论国际空间站的命运如何，人类太空探索的下一步都将看到联盟的转变。虽然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日本有登月计划，包括月球空间站，但俄罗斯将与中国合作建立一个单独的月球站和月球基地。对于俄罗斯来说，未来与西方太空合作的前景看起来很渺茫，这可能会影响其愿望。问题是，如果没有与西方的太空站合作，俄罗斯的太空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俄罗斯将失去其载人航天计划、其太空探索计划、GLONASS 卫星导航系统，甚至其太空的军事活动，因为所有这些领域都依赖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零配件、设备和技术。国际空间站是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和欧洲航天局之间的合作项目，它分为2个部分，俄罗斯轨道和美国轨道。拜登政府在12月宣布，他致力于将国际空间站从2024年延长到2030年。但美国宇航局在国际空间站的头号合作伙伴，俄罗斯并未签署该协议。没有美国轨道站提供电力，俄罗斯轨道站就无法运行，而美国轨道站没有俄罗斯一侧的推进系统就无法运作。国际空间站于2000年发射，在地球上空227海里处轨道上运行，来自19个不同国家的200多名宇航员在太空中工作。中国的宇航员长期以来一直被排斥在国际空间站之外。本周，中国发射了其空间站的第2个模块。虽然没有国际空间站那么大，但中国空间站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全面投入运行。中国迈出全球量子通信最新一步。周三，中国发射了一颗新的量子卫星，这可能是建立覆盖全球、超安全通信网络的第一步。据新华社报道，这是戈壁沙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快速响应火箭在中午发射的6颗卫星之一。报告称，由中国科学院开发的量子卫星将在低地球轨道上进行量子密钥分发实验。量子密钥网络使用纠缠粒子来加密数据信息。任何窃取或解码的尝试都会在物理上改变信息并发出警告，提醒接收者。这一技术归功于量子物理定律。这是继2016年8月将世界上第1颗此类卫星墨子送入轨道后，中国发射的第2颗量子卫星。该项目团队在微信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它被称为济南1号，重量不到100公斤，大约是墨子重量的1/6，但可以以2至3个星等的速度生成量子密钥。星等为天文学术语，是指星体在天空中的相对亮度。他表示，济南1号将在经过1个月的测试后投入使用，这只是第一步。在不久的将来，将发射更多这样的卫星，以支持全球超过100个以上用户的量子通信。声明说，这也是重要的一步。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1个通过微纳卫星和小型化地面站实现实时卫星到地面量子密钥分发的国家。中国第1颗量子卫星墨子配备了6年前进入轨道时最敏感的装置，它可以产生和探测单个光子或者极弱的光粒子。这颗卫星在量子物理学方面进行了破纪录的实验，包括证明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的量子通信的可行性。中国还一直在其最先进的通信卫星实践20号上测试尖端的量子电信技术。去年7月在中国宇航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2020年5月，一项破纪录的实验从36000公里的高度进行，该实验比墨子的轨道高出60倍。拜登与习近平通话会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吗？人们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之间即将进行的电话交谈，能够帮助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但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份可能访问台湾而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周二，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预计两位领导人将于周四举行第5次电话交流，对话将涉及台湾、乌克兰战争和经济竞争，但北京尚未确认此次会谈。北京强烈反对佩洛西访问台湾。周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警告说，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美国将承担后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指出，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 美中关系专家陆翔表示，佩洛西此行将破坏两岸关系的现状，这将推动当前的中美关系进入新博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说，美国民主党人似乎也学会了类似特朗普的敲诈以及对谈判对方施加最大压力的花招。他通常都是首先出击并提高赌注，然后才开始谈判。华盛顿的政治充满争议和非理性，无法准确预测，但佩洛西访问台湾只是美方期待在中美领导人的对话时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美国知道，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大陆进行严重挑衅，有可能会导致战争。因此，美国方面希望因取消佩洛西访问，以换取中国的一系列让步。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拜登声称他不能干涉佩洛西的决定，尽管之前他曾表示，美军方建议此行不是个好主意。如果在电话会议结束后，佩洛西仍然决定访问台湾，那么此次电话会议能够达成的共识可能会全部流产。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峰说，在美国国内，需要就如何处理中美两国关系达成共识，拜登肯定会声称佩洛西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但谁将对中美关系负责？中国军方发言人警告佩洛西，此行可能面临实际武装冲突的风险。估计习主席会在会谈中问拜登总统，美国是否真的想把台湾变成另一个乌克兰？中美两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改变，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合作将变得不可能。周三，美联社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佩洛西前往台湾，美国军方将增加其在印太地区的部署。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表示，讨论佩洛西议长任何具体旅行计划还为时过早，但如果他或其他任何人决定旅行，并要求军事支持，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他们访问的安全。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英红表示，他预计拜登将重复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和战略模糊性的立场。他说，在重大问题上，中美很难找到任何突破的可能性，甚至包括部分取消特朗普时代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他补充说，自两位领导人3月份最后一次视讯会晤以来，两国关系已经恶化，当时两国元首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他预计关税将继续存在，华盛顿正在利用关税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周三，中国驻华盛顿特使秦刚表示，台湾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关键和最敏感的问题。他说，台湾的独立势力是对台海稳定的最大威胁，如果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中国军方将采取果断措施。美国政府一直在争论是否取消对中国商品的一些关税，以此作为提振美国经济的一种方式，但科比表示，在电话会议之前，预计不会做出决定。随着中美力量的此消彼长，华盛顿用于影响北京的谈判筹码日渐式微。拜登政府选择在习拜会前释放紧张空气，大玩边缘游戏以增加谈判筹码，胁迫北京就范。这招是否奏效，凸显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差异。西方人认为可以极其所能，利用任何手段达成一切所要的目标。试想，牌桌上有2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当一方试图全盘通吃，不光拿掉你的钱，
还要祸害你的人时，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拜登政府或许在避重就轻，而或是正在搬起那块他所承受不起的巨石，最终压垮的会是谁呢？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